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我们要一起进入一个超乎寻常的世界——量子物理学。在这里，我们不仅探讨亚原子粒子的行为，还要深入那些挑战我们日常现实理解的奇异现象。它们可能会彻底颠覆我们对真实的定义。这是因为，在当代物理学中，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高度精确且在实验中屡试不爽的理论框架，来描述宇宙在最基本层面，也就是量子层面是如何运行的。可以说，它为我们揭示了物质、能量乃至时间和空间的深层结构。量子理论不仅是科学家的研究对象，它其实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从激光手术、GPS 导航到智能手机中的半导体芯片，乃至你现在正在看的这块显示屏，其背后的运行原理都依赖于量子力学对粒子行为的精准描述。它还解释了为何原子会稳定存在，以及为何物体可以相互作用而不会瞬间解体。不过，事情也并非全然清晰。尽管量子力学在技术上无比成功，其背后所呈现出的现实图景却令人头脑发胀。它违背常理，模糊不清，甚至让最聪明的物理学家们在解释其真正含义时产生严重分歧。可以说，我们虽然掌握了它的使用方法，却仍然不知道它究竟在说什么。事实上，从20世纪初量子理论诞生以来，超过100年间，它一直在推动物理学界提出一系列深刻而又令人不安的问题。这也催生了一些最具争议但也最引人入胜的解释框架，并促成了许多在科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实验，如薛定谔的猫双缝干涉实验以及量子纠缠的实验证明。因此，今天我们将共同踏上这趟探索之旅，深入几个紧密相连的领域，试图理解我们身处的世界到底是怎样构成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会看到一些量子层面的重大发现是如何一步步动摇我们对现实本质的看法，甚至可能迫使我们彻底重写物理学的教科书。但在我们深入这些深奥理论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个基础：这个奇异而又充满不确定性的量子世界到底是什么？它看似遥远，但其实就在我们脚下、身边，甚至存在于你我体内的每一个原子中。接下来，我们就从量子世界的核心谜团出发，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们所说的量子领域是极其微小的尺度，远远超出肉眼所能观测的范围。在这个微观世界里，物理规律仿佛换了一套规则，常识失效，直觉失灵，事物的行为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完全不一样，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境般的宇宙。这是因为在我们熟悉的经典世界里，一切都有清晰的边界和属性。一只苹果落地，你能准确地说出它的位置、速度和重量。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特性，其实是经典物理的基本假设，但在量子世界里，这一切都不复存在。然而，在量子力学的语言中，物体不再被看作一个具体的位置点或静止状态，而是以一种被称为波函数的数学形式来表达。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可能性图谱，描述的是一个粒子可能在哪里，可能做什么，而不是它现在确切的位置或状态。波函数所描绘的其实不是一个确切的位置或状态，而是一种概率的云团。它告诉我们，一个粒子可能以某种概率出现在这个地方或那种状态，但在我们没有进行任何观测之前，它并不真正存在在那里，就像是未来的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中的实体。这也引出了量子世界中最令人惊异的一个概念——叠加。在没有观测之前，一个量子物体并非处于某一种确定状态，而是处于多种可能状态的共存状态。想象一下，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在左边和右边，同时是自旋向上又向下。这种状态既违反直觉，却又被实验所反复证实。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现象，并不是纸上谈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数实验都证实了这种叠加行为的真实性。而最具代表性的解释之一，就是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它以极为简洁的方式揭示了量子世界的核心不确定性。根据这个原理，在量子尺度上，我们不可能同时精确地知道一个粒子的位置和它的动量，也就是速度和方向。测得越精确的位置，对动量的了解就越模糊，反之亦然。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测量工具不够精确，而是自然本身的内在限制。实际上，就在不久前，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通过一项极其精细的实验，再一次验证了不确定性原理的真实性。
他们使用先进的测量技术，在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下观察量子粒子的行为。实验结果无可辩驳地支持了这一理论。如果你对此实验感兴趣，我们也为它制作了专门的视频讲解，你可以在本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中找到链接，深入了解这项突破背后的细节和意义。然而，一旦我们对一个量子系统进行观测，它那种看似漂浮不定的可能性云就会突然坍缩成一个明确的状态，仿佛是在被我们注视的一瞬间，它才被定格。之前的所有可能性瞬间消失，只留下一个确定的结果。这个过程在物理学中被称为波函数坍缩，意思是所有叠加状态在观测的那一刻突然崩塌，最终表现为我们熟悉的单一的现实，就像你看到的一颗粒子只出现在一个确切的位置，而不是同时出现在多个地方。这种现象就是著名的波函数坍缩，它是量子力学中一个核心但仍极具争议的概念。这个过程目前还缺乏完整的理论解释，也正是它让我们对现实的本质产生了深刻的疑问：究竟是观测创造了现实，还是现实一直就在那里，只是我们看到了它？令人惊讶的是，尽管量子理论的预测在实验中屡试不爽，但这个波函数如何坍缩是否真实存在，它是否需要观察者介入等问题，至今仍是量子物理中最难以回答的谜团之一，被称为测量问题。它是整个理论体系中尚未拼上的一块关键拼图。我们不禁要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却难以作答：什么才算是测量？是一台精密仪器的读数，还是一个有意识的大脑观察到的时刻？这一点至今仍在物理学界争论不休。更进一步地说，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这个稳定、确定、有因果关系的现实世界，是如何从一个充满可能性的量子泡沫中浮现出来的？这是一个从哲学到科学都在追问的大问题。正因为量子理论本身的模糊性，这个领域的基本问题引发了长达几十年的激烈争论。自然杂志不久前对全球1100位量子物理学家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令人震惊，连这些顶尖专家之间也在波函数的本质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它到底是真实的东西，还是只是我们计算的工具？意见几乎五五开。调查结果显示，大约36%的研究人员认为波函数是真实的，是自然界中的一种客观存在，而47%左右的科学家则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波函数只是一种数学工具，用来帮助我们预测实验结果。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它并不代表什么现实。其实，这场关于波函数意义的争论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两个巨人的思想碰撞，爱因斯坦和波尔。那是一场经典的智慧对决，影响至今。爱因斯坦坚信世界是有客观实在的，即使你不看，月亮仍在天上。而波尔与海森堡则认为，物理学的任务不是描述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会测量到什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立场，至今仍在量子物理学界激起波澜。波尔的观点最终被总结为哥本哈根诠释，这是量子力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也最被广泛采用的一种解释框架。他强调测量行为在决定物理结果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尽管哥本哈根诠释被广泛接受，它却并不被所有人信服。很多物理学家觉得它过于神秘主义，因为它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没有测量，现实是否还存在？用最简洁的话来说，尼尔斯·波尔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观点是，像电子、光子这样的粒子，在没有被测量之前，并不处于任何一个确定状态，它们只是可能在那里，是处于一种概率分布之中。相反，它们以一种叠加态存在，一种可以同时拥有多个状态的奇妙形式。就好比一枚硬币在空中翻转时，不是正面也不是反面，而是两者同时存在，直到你接住它为止。但一旦我们去观察这个量子粒子，无论是通过仪器还是人类意识，它就像翻转的硬币落地那样，突然做出选择，呈现出某一个具体的状态，好像现实在这一刻才被确定下来。而我们在实验中所看到的，正是这种选择之后的结果：一个清晰的数值，一个固定的位置，一种明确定义的状态，就像是舞台灯光点亮，演员终于站定。所以在许多解释中，观察行为本身似乎不再是被动的，而是起到了关键的决定性作用。就好像我们不是看到了一个世界，而是在看的过程中参与了这个世界的构建。这就导致一个重要转变：
在量子物理中，我们研究的重点不是试图揭示一个独立于我们存在的客观现实，而是预测在我们进行测量或观察时，系统会表现出什么结果。这是一种彻底不同于经典科学的思维方式。更有趣的是，大约45%的科学家认为，在某个尺度上，量子世界和我们熟悉的经典世界之间存在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就像是两个互不干扰的剧场，一个在微观舞台上演量子剧，另一个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现实场景。但与此同时，另有45%的研究者则认为这种界限根本不存在，或者至少没有那么清晰。这意味着量子规则有可能适用于整个宇宙，甚至我们的日常经验，而剩下的10%则坦率地表示他们也不知道。而在所有解释中，最令人惊叹、最具科幻色彩，同时也最难以验证的说法之一，就是所谓的多重世界理论。这一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挑战我们的直觉，甚至挑战了我们对唯一现实的信仰。不过，目前只有约15%的量子研究者愿意把多重世界视为真实可信的解释。毕竟，这个观点虽然逻辑上自洽，但它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假设：每一次量子选择都会诞生一个全新的宇宙。这就是我们常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平行宇宙概念的科学基础。每个选择，每个可能性都会分裂出一个独立的世界，现实因此变得无限繁复，仿佛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自我复制的宇宙之中。不过，现实中很多物理学家对于这些充满哲学意味的解释并不感冒，他们采取了一个被调侃为“闭嘴并计算”的实用主义态度，意思是别纠结那些意义不明的玄学问题，把数学公式算清楚才是正经事。这类物理学家通常更偏重实验与计算，不太关心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形而上问题。他们更在意的是这个公式能不能用，预测结果准不准，设备造得出吗？哲学问题留给哲学家吧。他们的核心理念就是数学是语言，只要能写出精确的方程式，对实验数据有准确的预测能力，那就足够了。至于这些方程式背后到底描述的是不是真实世界，那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回过头来说，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核心问题：哪怕在最专业、最顶尖的量子物理学家圈子里，也没人能完全达成共识。关于因果链条到底是如何建立的，现实到底是不是客观存在的，不同的科学家有着天差地别的看法。哪怕是最基本的问题，波函数究竟代表什么，至今也没有一个被全体接受的明确答案。有人说它是现实的核心，有人说它不过是工具，还有人干脆说它只是我们无知的体现。除了我们已经谈到的叠加与波函数坍缩，还有一个让爱因斯坦都感到不寒而栗的现象——量子纠缠。这种奇异的现象指的是两个粒子无论相隔多远，彼此的状态都能在瞬间相关联，就像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心灵感应。实验证实，如果你对一对纠缠粒子中的其中一个进行测量，它会立刻决定一个状态，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它的搭档也会在远方呈现出与之相关的状态，好像它们之间存在一种超越时空的隐形通道。正因为这种非局域性，也就是远距离同步性，严重挑战了经典物理中的因果和局域原则，连爱因斯坦都坐不住了。他称之为鬼魅般的远距作用，因为这似乎违反了他的相对论中最根本的一条规定：信息不能传播的比光速快。然而，几十年来的精密实验一次又一次地表明，纠缠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不是误差，也不是巧合。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个被经典物理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宇宙是否真的是局部的？也就是说，一个地方的事件不会立刻影响另一个遥远的地方。虽然这种瞬时关联并不能用来传递信息，所以我们无法通过它实现星际通话，但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事实：纠缠系统似乎就像一个整体在运作，无论它的部分距离多远，它们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整体被拉长了。为何无法用纠缠实现超光速通信？关键在于你不能控制测量结果本身，你只能在事后对比两边的数据，才发现它们是一致的。因此，这种同步并不违反相对论中的光速限制。所以，为了验证纠缠是否发生，我们仍需要传统的通信方式，也就是用受光速限制的信号，把一方的测量结果发送给另一方。只有这样，你才能确认，
原来我们观察的确实是一对纠缠粒子。归根结底，即便是最神秘的纠缠现象，背后仍然绕不开波函数的描述。也就是说，那团描述可能性的数学云团仍然是我们理解这一切的关键工具。只不过它现在要同时描述两个粒子，甚至整个系统的联合状态。到了今天，量子纠缠早已不是理论猜想，而是被无数次实验反复验证的现象。比如中国的墨子号卫星成功的在地面和太空之间超过1200公里的距离上实现了纠缠态的建立和验证，这在量子通信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正是因为这些跨越国界、跨越时空的实验成果如此震撼，以至于参与这类研究的科学家们在2022年荣获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向整个世界宣告，量子纠缠是真实可观测的自然现象。然而，尽管我们在实验层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一个令人费解的谜团仍未解开：这个现象为什么只在微观世界中普遍存在？换句话说，如果叠加与纠缠是宇宙最基本的规则，为什么我们从没看到一只猫真的处于死与活之间？为什么我们身边的物体不会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这一点是量子理论与日常经验之间最难以调和的落差。多年来，科学界提出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叫做退相干。它就像是量子世界向经典世界妥协的一座桥梁。根据这一理论，当一个量子系统与外界环境接触，比如空气中的分子、热量、光线等，它的叠加态会在极短时间内崩塌，从而表现出单一经典的行为。环境就像是一个强制让粒子做出决定的裁判，而且物体越大越复杂，它与环境的接触面就越广，也就越容易受到干扰，因此退相干发生的越快。所以我们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们就越像是古典的，而不是量子的。不过近几年有一批科学家决定不再满足于这些间接解释，他们问了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到底多大的物体才会失去量子特性？有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具体来说，他们追问一个物体必须多大才会因为环境的干扰而失去它的量子身份？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尺寸阈值，超过这个阈值，叠加态就会自动崩塌？这是一个从实验室走向理论核心的问题。本质上，他们试图揭示，到底是什么机制让一个处于叠加态的微小系统，最终变成我们所熟悉的确定的经典世界？这个过渡是突变还是渐变？是不可逆的吗？也就是说，是否真的存在一个最大尺度或质量界限，超过它，任何物体都不可能保持量子状态？这将意味着我们可以精确划定量子和经典世界之间的边界。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科学家们必须创造极端的实验条件。他们用强力激光将粒子吊在真空中，用超低温让系统接近绝对零度，尽可能地屏蔽掉外界所有干扰，打造出几乎是宇宙中最冷、最寂静的实验室环境，才有可能让较大的物体展现出微弱但确凿的量子效应。在这方面，全球各大研究机构展开了一系列令人惊叹的实验，从简单的单分子系统到由上万个原子组成的纳米颗粒，科学家们一步步逼近量子与经典之间的临界点。比如，有的实验团队成功制造出由几千个复杂有机分子组成的团簇，它们的结构类似于生命中常见的蛋白质，然后在近乎绝对零度的条件下，让这些分子表现出干涉和叠加等量子行为，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在另一项实验中，科学家用激光捕捉住一颗直径仅约100纳米、由数十亿原子构成的玻璃微珠，并使其产生波动行为。也就是说，这颗肉眼不可见的珠子不再像经典物体那样移动，而是像波一样震荡，仿佛它在某种意义上同时存在于多个位置。而在2023年，研究又迈出了重要一步，科学家们使用一块16微克重的蓝宝石晶体，这已经是宏观世界里的大块头，成功的让它进入了一种叠加态。这种实验成果刷新了我们对于量子系统最大尺寸的认识。换句话说，这块晶体就像一个蓝宝石版的薛定谔的猫，它在某个瞬间同时震动于两个相反的方向，就好像它在向左和向右两个状态之间摇摆不定。而这一切都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在技术上，这个实验的意义非凡，因为它标志着人类迄今为止成功使最大质量物体含有数亿个原子展现出量子特性。这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对自然规律边界的一次挑战。别忘了，
这块蓝宝石晶体中包含了约10的19次方个原子，也就是1后面跟着19个0，能够让这样一个宏观系统呈现出微观的量子行为，简直就像是让一座山同时站在2个山脚。这一发现也再次引发了对一个早期理论模型的关注 ，GRW 模型由吉拉迪、李米尼和韦伯提出。该模型大胆提出，波函数并不总是依赖观察者才坍缩，而是有可能在某个随机时刻自发地跳跃到一个确定状态，仿佛宇宙本身会随机拍板，让粒子做出决定。根据 GRW 模型，对于单个电子或光子来说，这种随机坍缩几乎微不足道，但一旦粒子数量庞大，系统变得复杂，坍缩的概率就会迅速累积，最终导致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是稳定确定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从没看到桌子或人处于叠加态。这个模型的魅力在于，它试图将量子力学从观测者中心论中解放出来，不再需要依赖一个人去观察粒子才让它成为现实，而是赋予了自然自身一种自觉的机制，使得物理规律更具客观性与普遍性。虽然目前多数实验的数据仍然处于 GRW 模型预测坍缩频率之下的安全区，也就是说还没达到那个触发点，但越来越多的实验正逐步逼近它的理论临界值，这意味着验证或证伪这个模型的时刻可能正在逼近。如果这个模型被证实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今天所依赖的标准量子理论将不得不被修改，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还远未终结，甚至可能刚刚揭开序幕。我们可能需要在现有的数学框架中引入新的变量、机制甚至维度，来更全面地解释波函数如何演化、坍缩，以及如何从混沌的可能性中诞生出稳定的现实。与此同时，这些对量子世界的深入研究，也与粒子物理学中另一个核心理论，被称为标准模型的理论体系紧密相关。这个模型试图用一套统一的语言描述所有已知的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然而，尽管标准模型至今在实验上表现得非常出色，它同样存在严重的局限性。许多关键问题，它根本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也说明我们离终极理论还有一段路要走。举例来说，标准模型无法解释神秘的暗物质，这种看不见却主宰宇宙引力结构的物质。它也无法容纳引力这种基本相互作用，更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微子有质量，而中微子是宇宙中最轻且最常见的粒子之一。除此之外，标准模型对暗能量的存在和精确能量密度也无法做出合理解释，而暗能量正是让宇宙加速膨胀的幕后推手。这让物理学家意识到，标准模型虽然强大，但显然还不够完整，甚至需要进行根本性的修正与拓展。而更让人焦虑的是，尽管人类建造了像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这样史无前例的实验设备，耗资巨大，技术先进，却在10多年里没有发现预期中的新粒子或新物理现象，这也让标准模型陷入了一种实验沉默的尴尬境地。正因为在高能物理前沿暂时陷入僵局，许多物理学家把目光重新投向量子物理学，希望从更基础的层面，尤其是量子尺度下的奇异现象中找到突破口，甚至发展出一种新的后标准模型理论。具体而言，一种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观点是，自然界的规律可能在不同能量尺度上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换句话说，微观世界如夸克、电子和宏观宇宙如星系、黑洞之间，并不一定遵循统一的物理法则。以引力为例，它是目前标准模型之外最重要却最难统一的相互作用。为了解释它，科学家们正试图发展所谓的量子引力理论，希望将量子力学的框架与广义相对论结合起来，找出一个既能描述星系结构又能解释粒子行为的统一模型。尽管目前没有哪一种量子引力理论被广泛证实，诸如弦理论、圈量子引力等方向也都还处于推导和验证阶段，但这些研究正是理论物理的最前沿领域，聚集了全球最聪明的大脑和最前沿的实验设备。更关键的是，在当前的标准模型以及广义相对论中，我们习惯于把宇宙描述为一个光滑、连续的时空之网，就像爱因斯坦当初设想的那样，质量让空间弯曲，物体沿着这张网滑动。然而，量子物理所勾勒的世界图景则完全不同，它更像是由无数小块不连续的量子单位构成，就好比空间和时间也可能是由最小颗粒状的结构拼接起来的，而非一块流畅无缝的布。在量子尺度上，所有相互作用都是点对点、事件对事件的随机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
这种跳跃式的交互方式根本无法形成我们熟悉的那种连续光滑的时空结构，仿佛我们所认知的现实其实只是概率漩涡中的一个暂时产物。因此，目前为止，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这两个描述世界最为精准的理论体系，仍然像是两条平行线，没有找到任何直接的数学或实验交汇点。这也成为现代物理学中最大也是最令人着迷的裂缝。即使经历了1个世纪的探索与发展，量子力学依然是我们描述自然世界最精准的工具之一。从原子钟到核磁共振，从半导体芯片到量子计算，它的预测准确率几乎无懈可击。但奇妙的是，我们仍然无法完全理解它究竟在说什么。虽然科学家不断努力突破边界，尝试让更大的物体呈现出量子行为，从而破解量子与经典之间的谜团，但这些实验目前仍处在临界区徘徊，尚未有决定性突破来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深层机制。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在不断提醒我们，我们对现实这一概念的理解仍然远远不够。我们可能只是窥见了冰山一角，而其下隐藏的是一整个全然不同的宇宙构造。重要的是，这些看似抽象甚至哲学化的问题，实际上正在推动全球物理学界开展最前沿的实验，激发出一套又一套崭新的理论框架。正是这些思辨，最终转化为量子计算、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的基础，引领我们走向下一代科技革命。与此同时，这场科学革命也正在悄然重塑我们对存在这一根本问题的看法。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现实究竟只是我们观察的结果，还是它本身就有独立的意义？这些问题不再只是哲学家在思考，而是科学家实验室中的日常。说到底，我们存在的方式是否就像薛定谔的猫那样，在众多可能性之间不断坍缩出一个确定的自己？我们是否正生活在一个看似稳定，实则时时受量子不确定性左右的世界？这些问题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真实。因此，量子力学不仅是一门科学，它更是一面镜子，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所谓现实的基础。它告诉我们，也许世界不是它是什么，而是我们如何与它互动。它推动我们从客观现实这一传统观念中跳脱出来，转而接受一个令人震惊但科学上合理的观点：现实并不是绝对存在的，而是通过观察、测量乃至意识的参与，在概率的迷雾中被塑造出来的。而我们选择在这个时刻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也有一个特别的原因。2025年被联合国正式指定为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年，这是一次对人类100年量子探索的全球性庆典。这场纪念活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回顾了自1925年量子力学诞生以来的100年历程。从普朗克和波尔的量子假设，到今日的量子计算与通信，人类一步步走出了看不见的世界，正站在重新定义宇宙的门槛上。在这次国际量子年中，我们庆祝的不仅是理论上的飞跃，更是量子科学对现实世界的深远影响。从分子层面的药物研发，到量子计算机改变金融市场预测模型，乃至加密通信保护我们的隐私安全，量子科技的触角正逐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也意味着2025年将成为一个绝佳的时机，让我们持续关注和探讨最新的量子研究成果。无论是前沿实验的新突破，还是理论物理的新思潮，我们都将迎来一波又一波的激动人心的科学新闻与深度思考。所以，在我们继续追踪未来的突破性发现之前，今天的分享就暂时告一段落。这只是旅程的一站。我们相信，随着量子科学不断推进，我们对现实、存在与宇宙的理解将越来越深。感谢你花时间和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量子世界的探索之旅。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订阅、点赞，或者分享给同样对科学充满好奇的朋友。我们下次再见，继续一起追问宇宙最深处的秘密。